欢迎回来，来关注中澳关系。基于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错误行径，以及澳方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周四国家发改委发布声明，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澳方一系列行为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破坏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一段时间以来，澳方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多次交涉，滥用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对中澳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和既有成果变本加厉进行限制和打压，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破坏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的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国家发改委周四发布声明指出，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改委决定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据中国政府网介绍，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重要机制，是巩固中澳双边关系各项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通过就两国经济和投资领域的重点开展战略对话，加强经济联系。观察指，数据显示，中国多年蝉联澳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中方的最新决定与澳方一些人近来反复挑衅中国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做法分不开。无限暂停两国的对话机制，意味着中澳两国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声明当中很多的关键词，除了近期，然后专门指向的是联邦政府之外，还包括像无限期。大家觉得这无限期这个词，实际上表明这个中方的态度或者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不像是暂停这样比较温和。实质上，这个战略经济对话2017年之后就没有再进行过。那么有可能，我觉得是针对2017年以来中澳关系不断恶化。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决定既有这个惩罚的意味在里边，也有这个威慑。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错误行径，可谓愈演愈烈。4月21日，澳外长佩恩以所谓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为由，公然宣称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深圳卫视注意到，澳方是在审查了1000多项协议后，最终决定撤销4项，其中同中方签署的协议就有2项。澳方所谓不针对特定国家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对于这一公然毁约的恶劣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就指出，澳联邦政府肆意干扰破坏两国正常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中澳关系和两国互信，呼吁澳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在公然撕毁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协议后，澳政客变本加厉，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介入正常的中澳商业合作。澳媒周日报道，莫里森政府已指示澳国防部重新审查中国的蓝桥集团租借澳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考虑是否要强制让中企放弃租赁权。此外，根据英国卫报周3的最新披露，目前澳工党议员、基钦等政客正带头鼓动，要求莫里森政府取消西澳大利亚州2011年同中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不过，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发言人就强调，中国是西澳洲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20年，对华出口额占该州货物出口总额的56%。目前，澳联邦政府还未就此作出回应。观察指，近年来，澳方以模糊不清、毫无依据的所谓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不符合澳安全利益为由，做了大量破坏中澳正常交流和合作、毒化两国互信和民意氛围的事，对两国地方企业合作信心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也使澳方自身形象和信誉受损。实际上，去年以来，中澳关系的急转直下与澳方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屡屡在涉台、涉港、涉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中国发起挑衅高度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还率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 5G 网络建设，并就疫情问题大搞政治操弄，推动所谓独立国际审议
题，严重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这些年来，中澳关系不断的恶化，实际上我觉得跟澳方对于中国的这个认知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因为我们知道，像中国的这个确实这个实力在不断的上涨，包括欧盟可能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这么多年比下来，我觉得只有澳大利亚跳的是特别欢，反应是特别大。那么所以可以看出来，中澳关系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实际上和澳大利亚的这个过度反应，或者是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我觉得关联性是非常大的。外界注意到，澳大利亚所在的五眼联盟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跨国情报联盟。近年来，这一过去的情报共享机构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更广泛的领域加强联系，成为新的反华工具。澳大利亚在其中愈发活跃，俨然成为反华急先锋，对中澳合作造成严重破坏。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真正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归理性，纠正错误，改弦更张，停止针对中澳合作的疯狂打压行径，停止把国家间正常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看澳大利亚的问题不能光看一个中澳的双边，我觉得澳大利亚跳得这么欢，实际上和整个美国或者美西方国家现在怎么看中国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对华这个战略竞争态势不断的加强，实际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受这个影响。而且我们现在还需要评估，就除了四边机制，包括 G7， 包括五眼联盟，所以美西方国家可能会以这几个地区机制相互联动起来，实际上是想这个构成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联盟。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更大的这个视野来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新西兰近来的一些积极姿态也引发关注。前不久，新西兰外长不仅公开反对借由联盟的名义向中国施压，更拒绝参与发表涉华联合声明，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华友好政策。五一假期归来，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整整涉及了20个问题。对于假期期间七国集团、欧盟、美国的负面涉华言论，汪文斌都有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文斌在回答我关于中新关系的提问时，特别强调，只要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应当发展好，也完全能够发展好的。我想，这不仅是说给新西兰听，也是说给新西兰的邻居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妄图无理打压中国的有关国家听的。一方面，中方无畏打压，但是中方始终还是愿意与各方发展和平稳定的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国家发改委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您是如何看？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说法，中方这一举动是因为近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了一系列干扰和破坏两国关系正常交流与合作的举措。也就是说，中方这个举措是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以及准备撕毁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99年租约行为的一个反制。那么此前我曾经在评论中说过，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些举动不仅是意识形态主导了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又凌驾于了经济民生政策之上的结果，而且是澳方在处理中澳关系时情绪上彻底失控的结果。假如任由这种负面情绪发作而不加以管控，未来的中澳关系前景将会十分堪忧。那么现在随着中方的反制措施出台，这个最坏的结果终于呈现出来了。众所周知，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巩固中澳双边关系各项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方的这个宣布是在前一段时间反制澳大利亚行动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这也就意味着中澳两国从中央政府与战略层面推动两国经济交往的行动已经停止下来了。另外，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联合声明中，西方国家已经流露出了在中澳博弈中拉偏架、站在澳大利亚一方的信号。因此，我们要防止中澳关系恶化的势头进一步蔓延与扩散到中国与七国集团之间。好的，谢谢刘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